川普真的少不了他，少了他的话，川普可能真的会得心脏病的。Natalie Hobbs， 川普最贴身的助理，被美国的媒体安了一个名字叫做"安抚奶嘴"。川普因为要躲避可能的伊朗的飞弹攻击，他竟然把贝森特和卢比欧这些幕僚通通丢在空军1号上面，他自己去坐了空军2号，飞到英国的基地去降落。结果空军1号在后面赶到，在10几分钟后降落的时候，发现总统怎么从别的飞机上面跳下来？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你们根本没有哈普的一半啊迷人。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伊朗暗杀。逼川普换机，可是陪着川普搭机的是今天这一位，我们会来看到35岁的他的贴身的助理，这一位叫做娜塔莉·哈普哦，那么被称为叫做安抚奶嘴，竟然比国务卿对川普来说还要更贴身，到底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白宫现在封杀中国大陆的 AI， 但是川普家族却是靠大陆的 AI 模型在吸金获利。怎么回事？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来看到，川普现在眼前面对的问题真的很多，除了伊朗要暗杀他之外，还有就是身边的亲信政治、绯闻争议跟他的家族利益问题。今天我们会来一一剖析。首先看到第一件事情，川普日前不是因为这个伊朗要暗杀他吗？所以他在飞回美国的路上的时候，他当时说要换机。当时换机的时候，旁边呢留在原来的飞机上叫做诱饵飞机的人，包括了国务卿卢比欧，还有呢这个财长贝森特跟大批的幕僚。但是跟着他坐上另外一架飞机的人是谁呢？就是35岁的娜塔莉·哈普。娜塔莉·哈普她金发亮眼，我们可以看到长相真的非常的亮丽，而且能力很好。她的小档案是她过去曾经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哦。后来进入到了川普的团队里面来工作，主要的工作非常的多，包括要帮川普整理列印他的新闻资料，还有民调的整理，社群的贴文都要经过他先写好再给川普看，还有各种的文件等等的处理，被称作人肉印表机，并且呢，因为他离川普最近，所以川普想要看什么、在意什么，甚至知道要怎么安抚川普的情绪呢，都是由哈普来掌握的，所以又叫做安全台，甚至叫做安抚奶嘴等等的称号。那么他的角色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明显不只是一位行政助理这么的单纯而已吗？因为我们也要看到最新来自于媒体的爆料说，曾经有发现他在深夜进入川普在海湖庄园的私人住宅当中送文件，让第一夫人当时梅兰妮亚非常的尴尬，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秋天，被曝曾经进入川普私人飞机的卧室，让部分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的震惊哦，因为他们说那里是他们不敢冒险进入的地方。所以呢，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传闻，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民众在传，媒体在报，民主党的参议员是这样子针对这一起事件。当时就非常的气愤，他就讽刺川普只是整天想要打高尔夫球、炒股票、盖宴会厅，甚至带着哈普搭乘卡达提供的空中宫殿来去出游，根本没有心要好好的治理国家。而17日，川普在接受 CNN 的记者追问有关于他跟哈普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直接叫他安静哦，并且转移话题。我们今天会特别来关注这件事情，是因为呢，他是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人，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政治上面的决策，所以干哥您如何看目前针对于媒体的各种报道？好，这个 Natalie Hobbs， 她现在是白宫的风云人物，为什么你知道？大家晓得，她现在等于是川普最贴身的助理啊，她不算是幕僚，因为她的出身背景是美国电视网的一个主持人。事实上，她的新闻资历还不够深，但是呢，她的主持的功夫还算不错，所以说因为这样子，他本来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他为什么会接近川普呢？其实这个故事是有洋葱的。我们看着他的亮丽的外形，大家要晓得说他是怎么样跟川普接触的，因为他是骨癌的患者。那他这个因为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有大力推行，也就是说他要就是一个法案啊，就是叫做试药权法案。什么叫试药权法案？就是一种新药可以对骨癌有效的，他就毅然的，就是 Natalie Hobbs， 他就毅然去接受了，因为这是川普总统推行的法案。后来你知道奇迹出现了，Natalie Hobbs 的骨癌痊愈了，从此以后他对川普五体投地，
总统，你是我一生的贵人，我这一生毕生我都要贡献于你啊！对，我只在乎你。听了这个反对党的阵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说我只在乎川普这样子，然后他说只有我懂你啊，只有我懂川普。这我跟你讲，很多女性的选民听了真的跳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总统讲话？那他半夜会私闯海湖庄园，为什么？他的理由是说，这个梅兰妮亚就算在，他也知道我闯进去是干嘛用的，你知道？因为我要赶快跟他汇报最新的情况，不管是深夜，只要总统还没有睡的话，他就会冲进去。连他们去打高尔夫球，Natalie Hope 他真的背着印表机到那个高尔夫球场，然后他自己还换球鞋，为什么要跑得过总统？所以大家就晓得说，看到这一个等于是红粉知己吧，然后非常的贴心的帮川普准备了很多会议的事情，还会随时列印出他重要的行程，然后把在社群上面 Twitter 上面对川普有利的他喜欢听的赶快印来给他看，龙心大悦。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的角色非常重要，被美国的媒体把他安了一个名字，叫做安抚奶嘴。当然，对于一个35岁的这个白宫的助理和80岁总统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情愫？说一句实在话，那个是八卦杂志去做文章。但是听完我刚才讲，就是说，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到现在。那现在呢，这个 Natalie Hope 闹得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川普因为要躲避可能的伊朗的飞弹攻击，他竟然把贝森特和卢比欧这些幕僚通通丢在空军1号上面，然后他自己去坐了空军2号，飞到那个英国的基地去降落。结果空军1号在后面赶到那个在10几分钟后降落之后，发现总统怎么从别的飞机上面跳下来？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你们根本没有那个哈普的一半啊迷人。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川普真的少不了他，少了他的话，川普可能真的会得心脏病的。好，这个是他的这个行政秘书哦，在他身边所造成的一些有引发的媒体的争议哦，这是第一期。那第二期我们要来看到另外一个争议是，先前中国大陆的 AI 不是一直被川普给禁止吗？结果现在反而成为川普家族要在这个加密货币发财的一个重要工具。尤其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川普家族支持的这家加密货币公司叫做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它跟香港的科技和平台叫做 World Cloud 来合作。World Cloud 里面合计呢是提供了90款的 AI 模型，当中竟然有43款是来自于大陆。这些企业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智谱、DeepSeek 等等，这些曾经都被川普禁的这些公司哦，连川普的2名儿子也公开力挺这一间公司。那么 World Liberty 现在川普家族拥有的股权更是高达了38亿美元。川普家族要知道，靠着加密货币真的是赚翻了。近年来赚了超过14亿美元的这个金额，就被大家讽刺说，好，你靠着中国大陆的这个AI 模型赚了盆满钵满，但是一方面你又禁止中国大陆的相关的 AI 可以进入到美国跟全世界，到底有没有这个利益上面的冲突？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他，商业本性嘛，他的根就是利益嘛。他这个人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傻傻分不清楚，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有这个机会，外面当然会讲他公权私用啊，对不对？他有这个机会当总统，太多好处，太多机会了。因此呢，当然你刚讲这个 World Liberty 的 Financial 是他跟他的儿子就是 Eric 这个 Trump 合开的，开了以后呢，当他获有大部分的股份，那又用他这个职权之便，的确获利不少。光去年刚讲11亿，去年就赚了8亿嘛，而且赚8亿后有人讲话现在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贝森特老是护着他。人家说他赚那么多，成立这个东西有问题。他说没有，这是要稳定美国监管，因为他们能够开定美国监管，而且呢可以稳定美国在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你看都会讲话。那第二个呢，他们今年呢在8月10号又通过了一个叫做 World Liberty 的这 Trust， 有点像银行，就信托公司。它主要在里面呢还发行一个币，又被财政部通过，就是 USD1， 那是 stable coin，叫稳定币你要知道这稳定币由它发行，然后它又跟美元挂钩，对不对？照理讲它是一种稳定币，现在被让它怎么样出去跟其他国家的 AI
跟一个平台，我们讲说 AI 的平台叫做这个 Word Cloud， 然后这个合作之后呢，却在里面又允许他可以用 USD One， 我觉得是财政部真的是帮这个川普讲好话，好像都是为国家做事啊，为国家监管啊，稳定国家美元的地位啊。可重点来了，这里面有太多川普的利益啦。现在问题利益也就算了，大家知道 AI 啊，你说啊 AI 有什么问题 ？AI 讲不好听，民用、商用就算了。问题如果到军用、到高科技、到航太的话，我跟你讲，就有国安风险。美国现在天天在喊国安风险，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所谓的 Word Cloud 呢，里面有90个平台，里面有43个平台，竟然是中国提供的，就你刚刚讲的这几家，这一提供不得了。好，那提供也就是民用、商用就算，就一发现这里面比比多款都被列为国安风险。请问一下，你怎么解释？所以你今天一个呢，你成立这个获利毛利这么多，那大家说你公权私用，然后你财政部帮你这个圆说啊，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那你现在碰到了，你处处担心中国追上，你要压制中国的各项的这个不管是软体、硬体啊，甚至开源的这个模型，各个地方去压制。今天呢，你却自己呢的因为的利益去绑装了一个平台，却收受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甚至有一半嘛，90%43%。你要知道，这么多有中国的这个平台进去，那又被你列为这国安危机、国安风险的，请问是不是就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一样影响到你这个美国自己的很多的情治的问题啊，这国安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你要怎么解释？所以啊，还是一句话，这个真的傻分不清楚，到底你是要为自己的利益，还是要为国家利益走？那我不是川普，我也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对，好，川普的这一起事件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那另外同样也是加密货币的争议，就是呢，他最近想要新推一个法案，叫做 Clarity， 是有关于加密货币的法案的。但是呢，他当时的理由是因为他说应该要看这个法案要由来为谁。未来加密货币应该要由谁来监管？是证监会还是其他单位了呢？但是民主党说，你先不要讲这么多啦，你先去处理好，让大家厘清说你总统家族到底持有多少加密货币，我们再去聊法案。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让川普急坏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疯狂的去联系这一些加密货币的巨头进白宫来。是不是可以对国会施压？那包括了这个 Coinbase 等的公司就被川普要求说一起来向国会施压。那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立法，甚至是加密货币未来的发展？委员又怎么看？好，因为我在研究所除了教人工智慧以外，我另外开的课就是区块链了。所以呢，我简单的来帮大家做一下科普哦。就第一，川普在他选举前发行的这个川普的民营币哦。到现在为止，他的家族大概赚了14亿美元哦。可是整个币圈大概有98万个钱包，加起来总共亏掉了大概38亿美元哦。这是川普的第一件事哦。那么第二个就是川普的二儿子啊，就是刚才建中讲的 Eric， 那么非常高调的跟这个中东的一些相关的资金哦，在去年宣布要在这个中东成立了加密货币的公司。那么这间公司现在也在运营当中。那么第三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现在川普从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啊，他事实上在国会推了2个重大的法案，这2个法案都不由得让外界怀疑他背后应该得到了很巨额的加密货币业者的支持哦。我所谓的支持不仅仅是选票的支持，还包含了这个政治现金的支持。因为这2个法案，一个叫做天才法案啊，就是我们讲的 Genius Act，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 Clarity Act。这2个法案呢，主要要讨论什么呢？在天才法案里头，他当时通过了一件事，他把这个稳定币啊合法化。那么当然，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所谓的稳定币是什么呢？现在稳定币通常是绑这个法币的稳定币，所以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USDT、USDC 哦，这就是以绑定美元，就是我1颗稳定币等于1美元，我锚定哦，这叫做稳定币。但是事实上，各位了解哦。就是通常绑定法币的这种稳定币哦，是直接挑战每一个国家的货币主权的。就是发美金什么时候轮到这家公司来发美金了呢？就明明就是我财政部或者是我 FED 的工作啊。这个台湾也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稳定币是绑台币的，明明这个新台币是这个央行来处理的啊，什么时候轮到一家公司来发行呢？所以通常啊，在国际这个上，对于稳定币啊。每一个国家都是采取收拢的政策啊，就是说我自己来发，我不要你发。所以像人民币很早就开始发数位人民币，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如果有人民币的稳定币，就是我这个人民银行自己来发了。
但是川普在这个法案却走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全面开放了，就政府不发了哦，但是呢，各个企业实体你可以来发，你只要符合我的规定，我就让你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那个时候币圈整个的币价大涨，那个时候各位看到比特币可以一路炒到将近12万美元，当然天才法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了。对，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Clarity 的这个法案呢，它强调什么？它强调谁监管？各位知道 SEC 是证管会，CFTC 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你是证管会，通常证管会的监管力度是很强的，像台湾也是啊。你看台湾，如果你今天是金融机构，你要受到金管会的监管，那不得了了。金管会是巨细靡遗，大小事都管哦。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商品呢，在台湾可能就归经济部管了。那经济部的这个监管力道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美国现在也在争同样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的加密货币究竟谁监管？如果是证管会管 SEC 管，那么对业者来说这个压力很大。可是如果是这个 CFTC 管，它是商品啊，所以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来管，那我的监管力度就小了。所以现在争议在这里，川普准备再开一次绿灯，最好就让这个 CFTC 来管。那么这样子，当然对于整个加密货币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耶。然后最后一个在争议的是什么呢？就是稳定币可不可以给利息？这个就银行就跳起来了。这一波为什么美国国会有这么大的拉锯战？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后来缩手了？因为银行的游说团体在背后运作了。你想想看，如果你发稳定币的人还可以发利息，那大家就去存在那里就好啦。对，那还要存在银行吗？那银行马上就少掉了很多的收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银行业者没有办法接受的了。所以因此这一波在美国国会所造成的相关的争议，大概就是这几点。伊朗首次的把弹道飞弹打进了在美军的约旦基地，美军中东基地现在是不是全面暴露更加的危险了呢？美军现在看起来从打伊朗已经升级成要切断中俄援伊的一个命脉了吗？好，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NQ9死神无人机遭到伊朗击落，现在呢，根据初步统计，已经有30架了，损失对美军来说超过10亿美元。曾经称霸中东的这个美军王牌战机，成为伊朗的猎物了吗？第三件事情，以色列继续的轰炸伊朗的南部，并且爆料者说呢，伊朗现在密谋暗杀川普，这个是爆料是来自于这个媒体的爆料，说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说伊朗要密谋暗杀川普，纳坦雅胡这么做是要为了阻止美伊走向停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美伊的冲突再次的升温，伊朗革命卫队在昨天再次的发动了第2波的报复攻击。这一次呢，我们上次谈了嘛，上一次是锁定包括了巴林还有卡达、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首度的这一次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基地，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美军基地都覆盖在危险的射程当中了呢？这一次，伊朗它一口气发射了10枚的弹道飞弹当然了，这个大使馆在当地是紧急关闭之外，包括它也射向了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等等再来，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这个空军基地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边驻有美国空军第332远征联队之外，我们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最重要的战机，包括了 F-35、F-16等超过有60架以上的美军军机都在这个基地当中，是美军反恐重要的一个重点基地，也是呢它在西亚的美军指挥中心，所以特别的重要。这也代表呢等于伊朗正式的警告美国说，冲突在升级，那么你所有的目标范围就会涵盖整个美军的基地了。再来，这次美军的攻击特别的重要的另外一个关键节点就在于，它的攻击范围已经到了伊朗的重要交通设施当中。这一次我们要特别关心到的是它炸的这个铁桥是中伊铁路的重要节点，长度超过了1万公里的铁路，是中国陆路连通的要道。俄罗斯也会用这条路线来向伊朗运送它的货物，也是中国大陆北京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支柱。现在来自于军事专家的
特别分析，他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炸中伊铁路的计划是来自于以色列的行动哦，这是来自于军事专家。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好，我们先来节目一开始请教汉庭怎么看的。伊朗的第二次反击，首次的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飞弹，是要对美国展开报复吗？这一次美军或者是说以色列炸毁中伊铁路桥梁，是刻意斩断中俄对于伊朗的战略支援，还是以色列怕这场战争就此打住了？汉庭怎么看？要先说打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啊，它的真正价值呢，不仅在于它是不是美军最大的基地，而在于它的位置啊。因为约旦呢，在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之间，是美军中东空中行动很重要的侧翼跳板。所以呢，过去美军的很多机型呢，都曾出现在相关的基地或者是轮调部署。所以，伊朗这一波的讯号，其实就是以前呢是打波斯湾沿岸的什么卡达、巴林、科威特，现在呢打到了约旦，就是把美军的后方变成了战场的前线。第一，关键就是反制美军的空袭能力。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呢，就依赖侦察、加油、电子机啊这些战机前进部署。那伊朗能打到阿兹拉克，等于是我不是只盯着轰炸机飞来的那一刻，而是盯着你背后整套作战的流水线。第二呢，伊朗他也警告地区的盟友，要告诉约旦、卡达、巴林、科威特，你可以不是参战方，但你的土地让美军来使用，我伊朗就会把你视为战争整个网络的一份子。所以我打美军，同时呢也压盟友。第三，伊朗也要消耗美国的防空资源的。约旦呢拦截了8枚，表面上看，这个你看伊朗也完全没有这个打穿啊，也没有说这个重都有效啊。但反过来看，伊朗也是迫使美军跟盟友不断的开雷达啦，然后要不断的去拦截弹啊，要有高度的戒备啊，要让大家非常的紧张啊。所以战争本来就不是每一拳都打死人，但是至少能够让你每一晚都睡不好觉。因此呢，它不是在求彻底的摧毁，而是也要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打哪里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打不打吧？所以整个状态又恢复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情形。那第二，我们看美军的这个炸铁路桥虽然说它到底是不是要刻意要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什么道路呢？目前没有明确的直接证明，这个只有大家的推论。但毕竟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它到底是不是以此为目的不知道，但是呢，大家来看结果上好像是这样。毕竟啊，目前这一条铁路桥啊，它第一个它本来是战略的补给线，因为伊朗就受到海上的封锁跟空袭压力，它的道路交通本来就非常重要，所以从中亚里海方向进入伊朗的通道呢，那当然会承载很多可能军民两用的物资嘛。而第二，这也是中俄伊连线的象征节点，所以美国如果不能够完全来阻止大陆跟俄罗斯在外交上支持伊朗，它可能就透过军事上的方式，桥一段会至少让你的效率下降，转运变慢，对美国来说也是釜底抽薪。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嘛，这个 MQ9死神无人机对于美军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中东反恐战场上面的空中利器哦。不过呢，从2月份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竟然已经被击落至少30架，对美军来说真的是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哦，损失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当然了，所以呢，五角大厦已经开始思考了，说，干脆以后我们不要买这么昂贵的武器了，这么高端的武器了，以后买这种低成本、大量而且可以快速消耗的新型无人机好了。刚刚同一个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另外来关心到 MQ9的部分，对于美军来说，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伊朗的一个标靶了？张将军怎么看 ？MQ9B 它那个功能蛮多的，它可以这个挂载这个电子光学相机，也可以在夜间出任务的时候可以挂 IR 的和这个我们讲的红外线，红外线感测器。另外一个，在如果云层比较厚或能见度并不好的状况下，或者特定任务，它可以挂合成孔径雷达，就是雷达照相，那可以，它多功能。所以那飞机是飞机的钱呐，它不要忘了，它装备的钱是另外一个钱。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钱还要更多，因为它挂的是装备，那装备有的时候那个有价值不菲。那它的好处是个多功能，它也可以飞得久，它最远可以来回的话，总共的里程可以飞到将近900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空中侦察的装备。但是它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速度慢。你看啊，它这个将近4公吨，
它如果加满油，如果加挂载的话，甚至可以到5公吨。它就一个螺旋桨，涡轮螺旋桨。这涡轮桨拖着那么重的东西，它能够飞多高？大概它的执行任务的高度大概就是5000公尺到8000公尺。它最大的升机也只能到12000公尺，所以高度不高。那你要侦察高度不高，你高度不高，你就要抵近一点。因为你高度高，你可以远一点看。你高度低的话，你就近一点看。那刚好就是这个伊朗的地对空飞弹的射程之内，而且它的速度慢，这种它又不会有空战动作，那你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地对空的飞弹，哪怕是中程地对空，甚至短程的地对空，都会对 MQ-9B 形成威胁。而且 MQ 它不逆中，所有都普勒雷达都看得到它，它又慢又不逆中，这就是它的缺点。那就被这个伊朗可以这个预化它的整个 MQ-9B 的任务的飞行线，在那个地方埋伏几个点做拦截拒杀，所以 MQ-9B 它就很容易就被击中。那它的这个电战装备好不好？我认为它可能有的时候电战装备只是一般的这个电子反制装备，并不是一种高端的电子反制装备。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侦察机，它上面又没有人在人控制，人只是远端操控，所以它的这种反应力是比较慢的。那就很容易被拒杀。所以在这一次的美国跟伊朗战争中，美国算是损失最多的空中装备就是 MQ-9B。好，这是美军的战损的部分哦，它的战机，尤其是 MQ-9B，它战损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来看到这一场美伊战事一直持续到现在，关键节点也是包括说以色列到现在不只是美国持续轰炸伊朗之外，以色列占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是持续的轰炸在伊朗的南部地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呢，现在有许多斡旋的势力都介入，像是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真的有效吗？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南部再次的传出了爆炸之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中伊铁路也被炸。美国呢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呢，军事专家也开始做分析，说很难说，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那个恐怕还是以色列做的，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有表态了，他说无论美伊是否达成核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华尔街日报》更是披露呢，以色列最近跟美国爆料，他说伊朗正在策划要暗杀川普。没有想到川普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怕了川普对外喊话说，确实他们想要除掉美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算是有一点幸运，但是川普也说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运气可以维持多久，可以持续多久？请教李将军怎么看？目前纳坦雅胡是想要刻意的引燃战火吗？就是这个中伊铁路被炸跟以色列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是不是希望在这背后美伊战事继续的推波助澜？那李将军怎么看？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在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里面2次的失言第一次失言，他是将日本说成伊斯兰日本共和国；第二次失言，他是将泽伦斯基说成普丁那大家可能把它当作一个八卦来看，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可能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于6神无主，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严重的失言。那他什么事情在让他6神无主，这个进退失据了？我觉得就是伊朗这场战争，他要脱身，他现在脱不了身。那有2个国家不让他脱身，一个国家叫伊朗，第二个国家叫以色列。那伊朗是用什么方法不让他脱身？就是说你现在来讲，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你以后60天的目前来讲停战的60天之后来讲，那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要在我伊朗的手上，你必须要按照我规划的航运路线来走，你不让我不按照我规划航运路线，这个北边的拉克岛来走的话，我就用无人机攻击你。那所以说，这个伊朗很明显，他要扩张他的战果，他要借着这个军事的行动来扩张他，来变成他60天之后谈判的一个成果，就是他获得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那另外一个国家不让他离开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讲得很明白，
这时候，我们知道，在2月28号开战，不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去打伊朗嘛？本来双方都已经在日内瓦谈得好好的，那突然这个以色列去怂恿川普，那川普自己也是无能啦哈。这个平常讲，他真的是判断错误，就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打完以后陷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到现在脱不了身。他现在很明显的要脱身，但是以色列这时候不让他脱身。我们讲这2天虽然说美国跟以色列互相打来打去，我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说大概就是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脚，跟小孩在打架一样，其实都在打皮毛，而没有真正伤筋动骨。那这一次为什么说这中伊铁路被炸会引起国际的重视呢？因为这就不是这个互相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彼此互相说，我打了80个目标，我打了几个目标。不过平常讲，那都不是很重要的目标。真的重要目标是中伊铁路，因为中伊铁路为什么重要？它是补给线。它是伊朗很重要一个补给线，打仗就是打补给线才是重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中伊铁路被炸的地方在哪里？你要知道，美国现在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照川普自己所讲的，它已经退后了205公里。那来回来讲的话，飞过去再飞回来就400多公里，也就是它作战半径少了200多公里。那美国的航母有没有可能去对这个中伊铁路做轰炸？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第二个，美国来讲，我们都知道，它 B-52轰炸机已经撤离了。它不但 B-52轰炸机撤离，它加油机也撤离了。那试问一下，美国有什么空中的武力可以如果它没有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没有这么长的作战半径，它怎么去打到中伊铁路？从这2个，我认为说是以色列来讲，对这个中伊铁路打进补给线，就是希望将这个美国拖入这场战争，让伊朗战事继续升级。那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就如果说这个前1个礼拜，美国跟伊朗互相打来打去好像是小孩子在互相你踢我一脚，我推你一下但是这中伊铁路被炸，就像是拿一把扁钻直接去戳人家的这种要害一样。所以，那当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铁路，让美国继续卷入这场战争，也让在这个伊朗国殇的期间哈梅内伊这个办理丧礼的期间，这段时间，然后扩大战争，激怒伊朗，然后让伊朗来讲加大对美国的攻击。所以说，我觉得中伊铁路这次被炸，在这个军事的战略层级上面来看的话确实是有升高这个战争的一种可能性会升高。那第二个，就国家战略来讲的话，那伊朗当然希望借这场行动升高战争，让这个伊朗再继续加大对美国的报复行动，让美国继续介入这场战争。所以我觉得，在此情形之下，那我们当然就看到川普真的是想脱身就没想到一个是他铁杆盟友不让他走另外一个是他敌人不让他走，敌人不让你走也就算了，结果你的铁杆盟友也不让你走。所以川普为什么在安卡拉会议上面2次的誓言，我觉得他心里正在烦恼这件事情，怎么样脱身，怎么样安抚他的朋友，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敌人。美伊战争现在从这个原本的战场，现在已经到了科技战争，甚至是能源战全面开打了吗？来看到伊朗的最新动作，他这边呢，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一次展开了这个是纳斯尔2的第24波的报复行动，瞄准的不是美军基地，这次是瞄准美国的科技霸权，也就是亚马逊 AWS-80的资料中心。伊朗宣称呢，他现在所有锁定的目标都已经完全的把它给摧毁了。专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称属实的话，代表接下来波湾的国家的，包括这些从云端服务一直到电话网络，甚至是银行相关的这一些应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轰亚马逊，那会不会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这些科技大厂去做攻击？这个是美方现在还包括了中东的盟友们现在所最担心的事情。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美军的动作也在持续的加大当中，已经连续第11天空袭伊朗了，打击的范围包括了在军事的行动基地、海军的基地、无人机库，甚至是它的后勤的基础设施。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话的，他说再打下去，很快我就会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也就是搞3了。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说呢，根本就还没有打完，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目标，他可能还会做的事情，就是联手以色列一起去打进伊朗的最后一道防线——搞山地下基地。
川普的这样做是真的有可能吗？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那么皋山之所以对伊朗来说特别的重要，然后呢，美军又很难攻进去，有几个理由。因为伊朗在这边部署了上千部的浓缩铀的离心机，而且呢，恐怕呢已经全部都把它搬进了皋山的地下基地里面去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连美国的巨型钻地弹也很难彻底的毁灭掉这一个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伊朗最后核计划的最坚强的堡垒。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强调说，如果你美军真的去敢攻击我们的核设施的话，接下来你的盟友还有跟美军相关的地区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会成为伊朗强力攻击的目标。重点来了，美国另外害怕的事情还有伊朗这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在军事上面特别做援助？来自于美国的战争部长特别的说法，他认为这背后还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帮忙。他特别提到了在这两个国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国大陆会提供防空系统，那么俄罗斯他这一次在俄乌战争当中学会了无人机的实战经验，恐怕也会把这些经验提供给伊朗。这是来自于赫格塞斯的最新说法。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了伊朗这次的打法？打的是亚马逊资料中心在中东的地区，是警告美国，伊朗说的报复都是玩真的吗？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这个整个中东失控的风险，对皋山真的下手吗？汉庭怎么看？先说这个亚马逊被炸的事件，伊朗说炸了，但全世界都没有确认。因为呢，这是伊朗宣称我们已经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亚马逊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沉默，没有任何的一方确认命中或摧毁。巴林的国防军说，我们防空系统拦截了很多来自伊朗的空中目标，但他也没有说这个数据中心已经遭到破坏。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这家数据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经被伊朗的无人机打过了。当时就已经断电起火，亚马逊把客人都牵走，所以那边已经是一个空场，这好像也没什么人在里面。因此，伊朗这枚导弹如果再丢过去，然后又说完全摧毁，好像只是一个形式上稍微来造势，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虚张声势。毕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经宣称了苹果啦、英伟达啦、特斯拉、微软、谷歌一大堆的这些18家的美国科技巨头。在中东的相关设施，伊朗都要把它列为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它这个报复性是真的吗？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战争的成本具体的、可视化的给老百姓看。毕竟美国呢，至少有68% 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亚马逊、打数据中心、打能源设备，就是要让这些战争从抽象的，你美国人在远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变得很具体的，让你的银行刷 App 刷不出来，让你的油价涨上去，让你的养老金账户跌下去，类似这样。那这也是不断的在给川普国内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这些灰色地带都打成新常态。如果我的电厂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电厂；如果我的科技设施被打，那我就打你们的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锁，那我就封锁和我们在海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模块化的报复菜单啊！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相对应的什么东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国际社会挑毛病，这好像也没啥问题。好，那么。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对这个皋山呢？7月13号，川普还说我们要直接在前门来一记漂亮的重击，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个主体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个入口在山脚下就炸一个小东西，这个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后再宣布，我们已经这个重创了，有没有觉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 非常可能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国内的政治需要。如果越要展现我对伊朗很强硬，那么去轰炸这个皋山是最强硬的直观符号。那第二个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断的逼宫啊。纳坦尼亚胡政府呢认为说，我们必须要去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这才能够有合法性啊。那再来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价。毕竟如果真的要去到皋山的话，要问要不要出动地面的部队啊，这个也有很大的问题。毕竟伊拉克对美国的阴影实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国可能也不敢轻易的动用核武器。
再来第三呢，也是整个后续，那荷姆兹海峡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结束，甚至这战争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后沙特的这些全面开战，所以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荧幕上的最后一句话，基本就是总结，就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还没打完，他的其中选举非常困难。好，那同样的问题，那干哥又怎么看？特别我们刚刚提到的高山嘛，真的要打进去的话，得出动的是地面部队。汉庭刚刚也分析了，如果出动地面部队的话，它的代价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赫格塞斯特别提到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中俄的协助，干哥又怎么看？其实上次我们就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说你今天摧毁了，上次我们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尔多啊。等等这些地方的核设施，可是这次他移到高山之后，我讲句实在话，他不会再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他的体系一定会比以前要来得更深，要来得更周密。他的离心机搬到那里面去，你要晓得，那个离心机不是几台，是动辄要上千台，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你要使它的铀能够提升到武器级的水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变到85%，乃至于抵达90%的武器级浓缩铀水准，那是要上千台来运作的。所以你认为他把它移到高山去之后，它是摆在那边好看的吗？你觉得伊朗的领导人是有这么糊涂的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要怎么去摧毁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队来？哦，千万不行，绝对不能派出地面部队。为什么？因为阿富汗22年，我们都已经记忆犹新了。这个是对于美军而言，他们最记忆犹新的这个惨痛的记忆啊。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结果是一败涂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没有对伊拉克产生实质的影响？也没有。为什么？伊拉克有没有完全建立亲美的政权？他的人民是不是从此就喜欢了美国？也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说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队，你要想的问题是在于这个国家会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难。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传统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国。你如果是派部队进去的话，你一定要从教育开始，我觉得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认为伊朗它会不会继续危害这个荷姆兹海峡？会。为什么？很简单，这就是不对称的低成本战争。它有很多的海军快艇，它有更多的无人机，它在未来的5、6年之内，它会继续我们用骚扰这2个字也不为过，或者说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不为过。那你川普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根绝它？所以刚刚讲完了核子设施，这次现在在讲的是荷姆斯海峡。那川普，我想请问你，现在已经知道付了375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了，现在还要再追加800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是我在这边就已经觉得说，恐怕不能再这样打下去。再这样打下去的话，不是只有美国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为什么？第一个油价，第二个通膨。所以现在他还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协助。俄罗斯很简单，我有大规模的无人机技术跟原料可以给你。然后中国呢更简单了，中国有低层次的地对空防空系统。交给比如说鹰击9型跟鹰击19型的防空飞弹，这些东西通通已经交给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如果真的拿出来的话，对于美国地面部队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而且必须继续打下去。
对，现在在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期间，刚刚如干哥帮我们提到，这一次美国最新又说呢，要再追加有关于战争它所需要的钱，所以现在最新追加的预算是376亿美元，国会真的可能拨款吗？等一下，岳老师来帮我们看。赫格塞斯也说了，确实啦，现在碰到的状况是，美国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了，这个数字比先前公布的吓死人了，高出了90亿美元。如果说新一批的这一笔费用800多亿不能到位的话，接下来包括了美军的训练跟未来部署都会直接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战争成本也等于说不能再盖牌了，也等于是摊开来在这个阳光下给大家检视了。包括昨天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伤亡的资讯，现在也都是整个摊开来被外界来特别做检视。另外有关于能源命脉2个海峡，包括第一个荷姆兹海峡，第2个红海的状况也来看，伊朗现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势。荷姆兹海峡遭到不明的一个飞行物击中，全体的船员被迫弃船逃生，这是来自于英国最新的一个证实。另外，胡塞组织持续的封锁在红海这边，对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轮在21号赶快掉头改道，等于说2个海峡被封，现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脉都掌握在包括了这个伊朗跟胡塞组织的手中。岳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的影响？这个刚刚讲到3个方面消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个消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是海格塞斯啊，美国的战争部长第一次到这个国会去，就这个 Capitol Hill 里面去开会的时候，跟他这个参议员呢，就是要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要钱，我跟大家详细报告一下，他要的是876亿美元。其中的话呢，有670亿美元是为了这一次美伊之间的战争。然后呢，他的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讲说我们已经打了用多少钱？原来五角大厦第一次公布的是290亿美元，结果他现在提升了86，变成376亿美元。那大家都觉得说你拿了钱简直当流水一样乱花，对不对？那所以说这里面第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打仗完全是靠钱，然后现在这个钱的话呢，有一点腐烂。那另外还不要讲说，它的明年的军事预算是1.5兆，1.5万美元，这个是第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讲起来，如果没有钱的话，美国打了这场，就我活这么大，有史以来见过最荒唐的一场战争了。这个是荒唐到极点。如果因为我们每天就说句良心话了，就是拜川普之赐，我们这几个名嘴天天在那边光是聊美国这个荒唐战争，这么聊了快几个月了，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了解，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呢，伊朗这次发狠啊，就是只要过了荷姆兹海峡的话，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没有这回事。你刚刚这样提到的，讲说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么的，因为那个长期来讲，看这个伊朗就是个怂包啊，就是没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东去投资这个高科技什么的放在那边，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来了。而且现在的话呢，几乎就是什么第5舰队什么的都打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就跟以前不一样。然后我现在发觉是最严重，就是说。大家原来那个以色列跟美国拿了对那个胡塞武装都没有办法，请大家记住啊，胡塞武装是也门的一个叛军啊。那这个叛军的话呢，他们都不要命啊，他们游行的时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断脚的缺腿断脚在那边游行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况下的话，他现在因为那边有2个很重要的海峡，是整个波斯湾的这个所有的游出来，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另外就是曼德海峡。对，现在大家打开地图一看，这个曼德海峡里面胡塞武装锁了精简，而且直接威胁沙特。大家要了解，一个叛军可以威胁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家，而且的话呢，这个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这几天油价上涨到130几，马上就开始反应了。为什么？如果2个海峡都被封住，而且他们基本上的话呢，都是这个什叶派的教徒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之湖出现的力量，这个世界的经济很麻烦，真的很麻烦。